好，嗨，大家好，下午好。对，那我们其实拍了蛮多的沙龙香嘛，对不对？对好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商业香其实更多人，都入门的时候，刚开始的时候，都会先想要了解。对。那我觉得我们有这个责任跟义务，既然要做香水的资料库，就要把这个资料库做完整，对，对不对？那尽量啦，要做到完整应该很困难。对，很难了。我们太多了，已经很努力拍片了，但对，永远追不上香水不断开发的速度了。那如果介绍商业香，我们从一些经典的开始回头来介绍。那眼前这一支呢，就绝对是我们的经典。我相信两位的妈妈梳妆台上一定有这一支，你信不信？我也有，没有？你自己就是妈妈，你更早吗？没有啦，没有那么早啦。差不多我们这个不是他的这一个角豆跟我们同年，角豆跟我们同年吗？对啦，正吗？1999年。1999吗？对啦，有那么晚吗？角豆是从1999年开始的。我怎么觉得很年轻的时候看过它？1999也很久了啦，很久20几年了，24年了。你要知道，一个香味可以30年都被人家持续喜欢，是不容易的事哦。对啊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好，那今天介绍这一支，这支是角豆的极韵，Infinity 怎么念啊？极韵很不好。你们在这个 Infinimous 不是没有死还是 Infinimous？ 对啊，它的是翻成极韵。好 ，Infinimous。对，这个是2020年出的。2020，那不就2年前而已。对。哦，好。很新。OK， 通常是你一款卖的很经典之后，那隔了30年再来把它复刻一下，对不对？做一些调整变化。那我记得这一支是不是跟原版的那一支调香师都不同人？也不同人。对，不同人。好，那原本我们也一起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观众朋友看一下，这长很像啊，这可能是瓶盖本身有一点点不一样。那我觉得它的颜色也不太一样，对，颜色香调做了一点点，其实很像啊，对，香调就颜色不太一样，香调也不一样。OK。因为原本版本有淡香水、淡香精，对，然后这是新的极韵，也是淡香精，也是淡香精。好，原本的放纵在沙巴茉莉，是这个有加了其他的东西。OK，好，那我们给大家一个白色的衬底，看一下它之间的颜色差别哈。旧版的1999年的这个旧版偏稍微淡，然后带一点玫瑰的感觉嘛，玫瑰色了哈。那右边我感觉好像更纯了，对不对？更纯了。好，但一定很多人都没闻过，我相信你们也一定没闻过。对，旧的比较花香，旧的比较花香。好，那我们来期待新的有什么不同哦，好不好？来，那学姐先开始啊。好的。期待极韵，因为我真的没闻过，我也想知道。这个已经这里吗？对。很不一样哎，哇，跟原本的味道，这比较甜。我觉得其实应该是不同支香水，因为连调香师都不一样嘛。对。只是它可能香材像好像看起来很像，是茉莉啊、玫瑰啊、依兰这些都有，晚香玉都有，但是它整个的调性出来是不一样。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它角豆卖得很好，所以它就用一样的名称继续出新的味道这样子。OK，好，那我们先来讲讲学姐这一支极韵首先出来的味道，果香，给你什么感觉？果香，对，它那个。它前段有写成，所以是很甜的橘子香。OK， 很甜的橘子香，有点甜香的果香。甜香的果香，但是不会让你联想到是那种柑橘一开始酸的那种味道，不会，对，没有像柠檬啊，或是那种酸的那一种，不是，因为写成是甜的。OK，所以在学姐上是果香。对不对？果香，很甜的果香。那我现在有一点果香带一些茶香，茶，
你这么快就闻到茶了？它有茶吗？没有茶，但是没有。但是因为它中间的有些味道会让你联想到茶，尤其是茉莉，非常会让你联想到茶。哦，因为茉莉花茶对，是它这一支的玫瑰花啦。它这一支是用千叶玫瑰，是带一点木质香的玫瑰，所以可能是因为那个玫瑰花的那个玫瑰花闻起来，格拉斯玫瑰，我这边没关系，你可能都有吧。我这边看到是千叶玫瑰。好，好。那林心娣呢？目前这一支在你身上前调怎么呈现呢？刚刚一开始的时候，甜香就是那种果香带点甜的那种感觉蛮多的，然后其实花香也是还蛮主要的味道。是，那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圆润饱满的，就是你闻得到出它的圆润感。我觉得加豆它都能够呈现一种让人家觉得它是圆润饱满，因为可能甜会带一些圆润饱满的味道在里面。那这一支也有，好。那我目前是果香带着花香，那隐约的木质香调有带出来。好，那但是我还是有觉得藏在里面有一些茶叶的味道。这是我觉得这一支特别的地方，因为是它木质带出来的感觉。OK， 好，那学姐你觉得这一支会像是在哪里出现的呢？像是在哪里出现？就是性感的女人身上出现，性感女人身上会出现。可是因为它加了果香其实它也没有那么的一定说年龄是在哪里，是，就是不分年龄，因为小女生身上也可以性感然后年轻的也 OK， 比较成熟的女生身上也是有性感，可是它就是让你觉得比较甜美啦，是甜美的性感，对。那因为加豆一般它是比较有历史的嘛，所以人家会想说你这个可能是妈妈那个年纪在喷的，但我觉得这一支味道不会，我觉得这一支味道反而是年轻的味道，可是不是那种年轻的时候这种死甜的那种味道，它不是。那我反而会觉得这个会在哪里出现？只要去逛这个，我接下来3月底要去荷兰，那确定了？对，我确定了。那我们这一次会先过境法国，那我要去它的香水博物馆。是啊，对，法国的香水博物馆。是，那这个是绝对是我们干这行一定要去的地方。对啊，那我觉得这个味道会让我联想到我进了香水博物馆。你想想一下，香水博物馆应该会什么样子？我觉得旁边是这个大理石的这个墙壁这样子，然后这个纯白色的建筑物这样子，然后一个美女穿的纯白色的衣服，那高雅有气质，带着花香，圆润的味道。你是去综合的香水博物馆，是单一品牌的？综合的香水博物馆，它就是真正香水历史的发展的博物馆。对，好，那我是特别挑了这个行程。好，来，那学姐，你觉得这一支女生用在什么样的场合跟衣着？我现在甜有点开始是晚香玉的甜，中段的花香的甜有点出来了，不是写成那个很果香的甜了。是。然后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温柔性感的，对，甜美温柔性感的花香。对，是因为它圆润带出这种温柔嘛，因为温柔的就比较圆融，比较圆润。对，我觉得应该还蛮适合晚上约会的时候使用。那白天会在哪闻到呢？我相信在各大百货公司里的逛街的贵妇们身上应该可以闻到。OK，是好。那穿着当然就是去百货公司怎么穿就怎么穿嘛，就是时尚啊。对，好，来，那林心娣这一支比较时髦一点。对，你觉得女生你建议用在什么场合、什么时刻？这个季节也帮我们讲一下。季节我觉得这比较带馥郁感的花香，但是它不会到很让你觉得很浓很厚那一种，不会。然后它其实前面带出来感觉是还蛮清新的花香，是，所以我觉得它的场合应该是都可以，就是四季
都 OK。对，那场合的话呢，上班可能有点太香了。对，就是下班啊、约会啊，或是聚餐啊，都很适合。比如说逛街，当然也很 OK。对，这个我也觉得晚上好像约会越来越合适。为什么？因为吃完饭之后需要小小的散步一下。对，那散步的时候，你就很像跟这个旁边的喜欢的女生呢一起散步，然后身边就飘来一阵一阵的晚香玉的花香。晚香玉越来越喜欢它，很重要的晚香玉的味道在里面。然后，因为他们Dior他用的这个晚香玉是格拉斯的晚香玉，然后因为这个格拉斯比较特别，是它这个晚香玉在格拉斯这一个地区呢，它非常的稀少。然后Dior他们也是大力的去做这方面的富裕，然后是用比较特殊的那个锡纸式的方式去把这个香精提炼出来，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是用蒸馏式的嘛，对，那他们这个还是循比较古老的那个方式去做这个锡纸，就是附着在上面给它吸这样子，可能在一个那个板子上面，他弄这些油脂上去，然后把这些花铺上去，然后这个油脂本身会去吸这个花的精华，对，然后再去做这样子的一个香精的提炼。格拉斯出的香精都会比较饱满，有一个厚实的感觉。是。但我是突然觉得我们这样散步散到了猫空，然后开始喝茶，对，开始喝茶，然后在晚香玉花园闻到，边喝茶边闻到了晚香玉飘来的香味，就在晚上看着月亮，有，蛮惬意的哦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前调先留在这边。好，那我们来试试看商业香是不是也有后调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待会见啦。OK， 拜拜。加豆吉运后调回来了，耶！来，我最想要问的是，商业香有没有后调？还是有啊，还是有一些，只是我觉得它中后调会出来的更快一些，然后可能它的那个后调持续的就是很久这样。是 ，OK。好，那现在这一支的后调，我觉得我自己的感受有变化。那来林心丽，你觉得后调目前怎么呈现？后调它前调的雪橙甜的这一块已经几乎比较少了，是比较淡了，然后花香部分就是越发的突出明显，然后再加上它其实有一些的檀木衬在底部，所以不会到只有花的那种只有单一的那种线性的感觉，就是它还是有一些层次感在里面，是蛮好闻的。好 ，OK， 那学姐的这一支后调在你身上，就中段的沙巴茉莉啊，然后格拉斯晚香玉、依兰的花香都出来了，然后你会感觉更性感，可是它那个花香闻起来是舒服的，因为这几种花香其实都是掌管情欲方面的，晚香玉啊、依兰啊这些，但因为它后面的檀香是带有乳香的檀香，对，所以它让中后段的味道闻起来是有疗愈的效果，就会让你整个很舒服跟放松的。对，所以我在想说，它有一些香调没写出来，我觉得它至少里面应该会有一些麝香或龙涎香在里面，它有把它藏起来，因为它就是会有一点引起你欲望的那种原始欲望的那一种。可能是依兰跟晚香玉，依兰跟晚香玉也会啊，就是有点欲望之花，欲望之花就是晚香玉。OK， 是依兰也是会引起你的欲望就对了。对，是。那我以一个男生角度，我会觉得这个女生是，你越闻越后面，你会觉得你会越来越喜欢她，就跟她吃完饭之后散步，不是说晚上也去散步闻到花香吗？我看这个越闻越香，越闻越到房间去。可是我觉得它前面是甜美温柔，可是反而后面它走的不是那种温柔，越玩越性感。它后面是比较是属于那种充满自信的女生的感觉。是，对。而且它这种性感，会让男生觉得招架不住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它主宰性蛮强，就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女人，平身这种让你感觉到的性感、丰饶的感觉。对。好，那个代言人的影子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那个莎莉赛隆，对，是啊，就是类似这样子的金发美女。是的，对。
好，那我一个男生的角度，我自己很喜欢这一支带出来的花香贴肤，可是它这个贴肤又是很馥郁的贴肤那是很饱满圆润的花香，对。那像这种，我觉得这种知性的美女，你会更想要一亲芳泽，好，就是你的表情，你会更想去贴近闻一下她身上这个味道，怎么那么符合你的特质这样子？对，我觉得男生会，我觉得男生应该会很喜欢，会非常喜欢。就是有时候有些香水，比如说像有些味道的，有些味道是会特别吸引男生喜欢，像小豆这支，或是像香奈儿的香水，香奈儿香水里面也有很多味道，它是特别吸引男生喜欢的。对。但我觉得穿着打扮要喷这支香水的女生呢，就是如果你今天想喷这支香水，对，我觉得你的穿着打扮要让自己可能就不能太休闲一点，对，也不能太颓废，就是你要有所打扮再穿这一支香水，那个整个感觉才会是对的，就是才会让人家觉得这支香水明明是一个很时尚、很自信的女人香，可是你素颜，对，或是我觉得你穿了一个很休闲的衣服，就很不行，法国的感觉，是很法国女生的感觉。那我这个想象是她一直这一支的，如果喷这些女生，她绝对是穿连身裙的啦，就是飘逸的这种感觉，那很像她裙摆间飘散出来，就是这样子，非常性感，非常柔的味道，这样子，温柔。OK， 我真的很赞，很喜欢大推，我直接给他12分了。你已经直接评12分了。对，好，来，学姐，你会把它定调在什么样的调性？木质花香。木质花香。对。0到10，你给他几分？10分。啊，10分。好，你已经跟我一样了。没有，他我比如说这一支为什么可以这20年来历久不衰，是因为它有层次，它的前中后调都会出来，是，然后而且你穿在身上，它不会是一个太俗气的香味，对，它是真的有，它跟他找的那个代言人的形象真的非常的吻合，那我觉得它是可以增加女生本身的自信跟魅力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香味其实严格来讲，它历久不衰是有原因的。对，它就是你穿在，就像香奈儿5号，你会想要把它穿在身上的第一件衣服。是 OK， 好，讲得真好，果然学姐是给他10分，很喜欢，一直讲。好，来，林经理，这一支你会把它定调在什么样的香调？对我来说，它是花香调。对，木质可能还好，就是我觉得它花香还是占比较大的比例，这样。对，然后9.5分。9.5，好。9.5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你不是花香挂的。对，它的味道，因为我们才刚开始拍商业香嘛，是，但就要先保留一点那个空间，这样对。好啊，对。这支还是为什么知道它会卖的那么好的原因，可想而知啊。而且它的这个花香的味道呢，跟其他的品牌它有特殊的地方，就是你一闻就知道它是假豆。对。然后虽然说它跟之前那一支我们，跟之前出的那支一开始原始版本还是不太一样的感觉，但是它那个其实有一些基底还是有一点像的。是。对。OK。然后整体的感觉，它的用料你可以感觉到它的那个香材是非常的富裕的，也是用料非常的好的。OK。好，那这一支以男生的角度来说，来这个来分析这一支的话，我会把它定调在花香木质香，花香木质调。那它非常的圆润的就是非常的性感贴肤。我会给它12分，就是我刚刚说的，我真的会给这一支非常高的分数，因为这个是男生会喜欢的味道。对，是 OK。是。那当然，我觉得多半大家知道会是假豆，反而吉韵比较少人介绍。
你甚至去查这个影片，像为了拍这一支，我要查一下。新2020年出的嘛。对啊，那并没有太多人介绍这一支。那如果说华人中文的，大概就是我们介绍了啦。那而且是这么认真的前调、中调、后调，在透过影片来跟大家解说。对，所以这个请多多支持我们。那如同支持这一支集运，叫豆集运。透过影片让大家有更多的了解。好，那记得锁定我们频道咯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谢谢。30秒见，拜拜，拜拜。